科技美学2024年度4大旗舰预选活动，有来自各大品牌13台主销机型参加。活动收到全网66144张选票，最终排名前4位的，他们分别是华为的 Mate 70 Pro Plus， 史上最强大的 Mate 70来了，值得信赖的永远是 Mate。苹果 iPhone 16 Pro Max。Designed with Apple Intelligence at its core, iPhone 16 Pro brings the next generation Pro experience to our users. 小米15 Pro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amazing。我的目标叫捕捉真实的瞬间。vivo X200 Pro， 你永远可以相信蓝场的人像，你同样可以永远相信蓝场的风光。到底谁才是本年度旗舰之王？科技美学为你带来超长详细对比测试。这一季4大旗舰节目，我们实测了4台机器，一共超过100项测试，分为上中下3期。上一期视频我们测试了以下测试项目：销量对比、配件规格、尺寸对比、ID 设计、重量对比、机身厚度、做工接缝、整机质感、屏幕参数、垂直屏占比、屏幕基材、屏幕分辨率、屏幕刷新率、像素排列、像素密度、默认色温、湿手触控、手套操作、可视角度、屏幕均一性、室内亮度、室外亮度、最高亮度、激发亮度、高亮时长、最低亮度、HDR 显示、外放音量、环境声场、打字触感、游戏震动、通话降噪、通话信号、微信降噪、WiFi 强网、弱网通讯。以上这些内容都是上一期视频我们为你做的4大旗舰详细测试，而本期视频科技美学的4大旗舰对决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影像系统。这一期视频你将看到4台旗舰机型镜头参数对比、镜头覆盖焦段、多镜头色彩统一性、影调色彩风格、取景器流畅度、多镜头变焦流畅度、变换光线、对焦响应速度、超远距离扫码、第三方拍照、连拍效果、抓拍对比、盲屏结果、样张对比、超长焦扫码、多镜头录像、视频宽容度、视频解析力、多镜头变焦对比、录像眩光、录像鬼影、录像防抖、超高清录像、录像清晰对比、人像肤色还原、人像美颜对比、微信视频对比、特殊场景录像。4大旗舰谁的拍摄能力更强？科技美学团队将和全球盲屏玩家共同为你呈现。科技美学4大旗舰对决中篇马上开始。我们先快速过一下各机型的影像配置和镜头参数。首先主摄都没上1英寸大底，显然是为了几个月之后 Ultra 机型让步。当然，这也会让这几台机器机身更加协调。小米对比前代的14 Pro 取消了可变光圈，而华为的主摄是物理可变光圈。4台机型从硬件上对比呢 ，iPhone 的镜头参数并不占优。那就要先问了，平常你会经常用中焦、长焦拍照吗？打一打看一下大家的情况。结合我身边人使用的情况来说，手机除了主摄之外，广角端用的稍微少一点，更多的是使用长焦端来拍摄，而长焦也恰好体现了这4台机器的差距所在。小米和苹果焦段呢都是5倍的120毫米，拍照背景压缩感更强，适合远距离拍摄。vivo 长焦端85毫米，兼顾一定的人像拍照。华为的长焦端呢是4倍96毫米焦段，同样是兼顾人和景。除了焦段硬件上 vivo X200 Pro 呢采用了和自家超大杯 X100 Ultra 同款的2亿像素3星 HP9， 参数可以说是目前手机长焦端的天花板了。而最低的是1200万的苹果，而超广角镜头端苹果呢是堆料更足的。开始推测是为了配合自家 Vision Pro 拍摄高质量的空间视频，但其实呢它的空间视频规格和上一代一样都是 1080p 30帧，广角端做到了13毫米焦段确实拍摄范围最广。前置镜头小米和 vivo 都是3200万像素，华为1300，苹果1200。当然，前置镜头更多的还是考验各家的算法。这4台机器里只有苹果的前置镜头是支持自动对焦功能。高情商的说，没有前置自动对焦就相当于自带物理美颜了。低情商的说，苹果的前置锐化这也太明显了。其他传感器方面，华为后置还多了一枚多光谱通道的红枫原色镜头，可以捕捉更多的环境光谱信息，后面会对比。比如这组场景其他机型白平衡呢都是有所偏移，只有华为呢可以真实的还原人眼所看到的色彩信息。取景框是否流畅，预览的画面和最终的成片差别有多大，变焦是否顺滑等等，拍照过程的这个体验如何，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先看流畅度，我们来到夜晚，在极暗环境里，1、2、3、4大家感觉谁表现更好呢？来看一看4台手机取景器的一个流畅度，包括对焦。来公布答案。
在这种夜晚极暗环境下，华为的取景器流畅度、清晰度还有对焦的速度啊，都是表现最好的。包括地面上非常暗的纹理细节，当然这只是取景器啊，如果看最终成片，其他机器表现也是不错。接着是预览框的画质，同样是有差别啊。华为预览框画质的提升很明显。首先呢，字体清晰可见，对比以前提升很大。还有苹果，我们对比成片可以看到4台机器的区别。再来换一组室外场景，和之前相似啊。华为和苹果的预览框的确更清楚一些。测光反应速度由暗到亮，感觉差别不明显。慢放镜头里呢，华为的反应速度最快。而从暗到亮，小米的反应速度最快，华为呢这回更慢。不过总体表现都不错，看来厂商越来越重视这块了。再看变焦的丝滑程度，从超广角切换到主摄，小米呢能够感到顿挫感，而苹果以及华为变焦更加顺滑，主摄切换到长焦镜头表现还是一样的。注意看取景器色彩一致性，华为这边保持的也会更好一点。抓拍考验的是相机硬件以及 ISP。我们用4台机型拍摄风扇旋转的文字，相同灯光场景下，默认拍照模式，感觉各家效果都一般啊。接着咱们手动开启抓拍模式，苹果是优先快速拍摄 ，vivo 风扇还有字体边缘出现了轻微的紫边。像苹果这边是没有专门的抓拍模式，苹果还可以使用第三方的 App， 可以来到专业选项里拉高快门速度进行拍摄，噪点会增多，但也是可用状态。三方的 App， 这也是优势所在吧。iOS 端啊有着不少适配苹果的专业影像软件，安卓以及鸿蒙这边啊就稍微少一点。来看连拍数量，苹果长按可以一直持续拍摄，轻松超过200张。华为以及小米单次最多是100张，同样优秀。vivo 连拍啊最多是20张，估计呢也是联发科在影像方面有所限制。来看一看日常的扫码付款，这个功能在日常停车场扫码是非常常见。我们使用微信端扫码，测试结果呢也是只针对这一款软件。首先3米距离，4台机器啊都能快速准确识别。来到5米范围的时候，小米和 vivo 呢就感觉扫不到了，华为和苹果啊还能正常识别。来到10米距离，这回呢只有华为可以准确识别成功，苹果只能惜败。如果是停车场或者是排队付款啊，确实更加实用。还想测试什么软件啊？大家留言。除了原生相机啊，微信端的拍照同样是非常高频的。4大旗舰用微信拍照，1、2、3、4，你觉得谁拍得更清晰呢？下面咱们公布答案啊，可以看到啊，华为这边画质明显更好。那原因呢，当然是因为华为的纯血鸿蒙可以直接调用原生相机。小米和 vivo 想要调用原生相机拍照，就只能长按相册进行跳转啊，稍微麻烦一点。功能上呢，3者也是有所区别。小米啊是只有拍照选项 ，vivo 超广角镜头暂时还不能直接调用，不过呢，它会多出人像选项。iPhone 呢只能进入相册发送原图了。除了微信拍照，还有微信视频自拍的质量。4台机器啊都是默认设置 ，vivo 的美颜效果比较明显，苹果呢感觉画面更亮，而且呢稍有锐化。4个不同的风格，你更喜欢谁家呢？下面来看一看影调风格。小米的徕卡经典整体色彩呢是相对克制，适度的调整了对比度，更加强调低饱和度，搭配独特的暗角啊，有着浓郁的德味儿。要切到徕卡生动，更加适合都市场景，对于色彩的保留也会更多。华为这边自研的 Xmage 影像风格有原色、明快、鲜艳以及黑白4种。默认原色呢是保留真实色彩，而鲜艳呢则是明显调高饱和度，有效突出主体；明快则是通透明亮。vivo 这边是鲜艳、质感以及蔡司自然色。默认的鲜明模式啊，整体风格比较亮眼，适合场景很多。质感则是以胶片为灵感，冲击力更强，强调色彩和对比度。蔡司自然色啊，整体比较柔和，过渡自然，适合保留正确的场景光线。iPhone 系列啊，在摄影风格上也迎来了升级。当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滤镜效果，而是融合了全新的色彩科学，利用硬件以及软件的算法拆解画面元素，对照片当中每一个部分的色彩进行单独调节。预设的调节选项更多，自定义的控制板呢也比较容易上手。即使是拍摄的时候没有选择预设啊，拍完之后也可以在相册里随便的去调整，而且呢还可以随时恢复原片。其他机型啊，则是需要另存为一张新的照片了。咱们来看几组样张啊，1、2、3、4，你更喜欢哪一组呢？这4张都是风格化的样张，而且在盲屏投票当中啊，都是相对靠前的。咱们公布答案。比较意外的是，小米的徕卡经典和徕卡生动这2种影调，从盲屏投票看啊，大家似乎更喜欢的是徕卡生动，特别是友商都开始卷影调了，那么压力就给回到小米这边了。在接下来的盲评环节里，我们将会结合观众近20万张选票，为你详细分析
有一部分样张啊，我们还结合了放大细节之后，综合投票的结果，一起来看一看全球玩家的选择。来看超广角，苹果、华为视角呢明显更广，而且畸变控制的不错。vivo 的超广角啊，光圈是 f2.0， 实际画面会更明亮，所以呢，从画面观感上来看 ，vivo 投票是第一的。放大来看树枝边缘，华为啊明显更清晰，画面宽容度更高，树木和蓝天之间过渡自然。然后是 vivo， 小米这边呢有一些涂抹感，表现一般。华为超广角细节啊得票接近40%。综合看超广角这一组啊，结合色彩还有细节，排名前2位的是 vivo 和华为。默认相机设置以及影调，第一眼看啊，华为画面更亮，小米的砖块看起来是颗颗分明。色彩方面，华为的建筑和天空之间蓝白过渡更自然，然后是 vivo， 小米对比度、饱和度则是要更高一些。投票结果呢，华为第一 ，vivo 紧随其后，苹果是最后啊，只有8%的人选择。接着放大看细节 ，vivo 的色彩啊更为饱和，华为的字体看上去更加清晰锐利。细节部分，小米和苹果就稍弱。投票结果也是如此，综合色彩以及细节，第一组样张里表现最好的是华为，接着是 vivo、小米还有苹果。这一组来看近距离特写，第一观感当然还是色调部分，小米啊白平衡偏冷，华为呢是接近墙体的原本色彩，在中心纹理的部分，华为这边更清晰啊，细节更多。这一组呢，华为的投票结果占优，而 vivo 以及苹果差距较小啊，只有4%。最后是小米，这一组呢，我们打开每台手机的高像素模式，第一眼看呢，小米和 vivo 画面更加明亮，而 vivo 这边颜色啊更讨喜，小米啊饱和度更高，苹果这边比较平淡，但其实啊它是最接近当时的环境。最终呢，投票部分小米第一，而 vivo 也很接近。下面放大细节，华为的画面呢更有质感，字体呢更清晰，然后是小米 vivo 这边算法的锐化痕迹比较明显，字体部分高光啊有溢出。盲屏投票啊，华为排名第一，然后是小米，不知道这个投票和你想象的是否一致呢？综合这一组放大以及细节，华为获得最高票数，小米和 vivo 呢相对接近，苹果最少。来看这组考验镜头素质的逆光场景，作为旗舰机型啊，4台机器都能有效压制高光，而自带可变光圈的华为还能呈现出星芒效果。你是否喜欢这样的处理？打一打啊，看一下大家的选择。整体差别呢在于画面冷暖色调。投票结果啊，华为第一，小米第二，它俩一个偏暖，一个偏冷。长焦端样张对比，小米和苹果都是5倍120毫米，色彩啊，小米饱和度更高，强砖细节更多，苹果的色彩还原相对精准，不过投票并不占优。个人感觉啊，天空部分的色彩对于最终大家的选择也有影响。投票结果呢 ，vivo 和小米分列第一、第二。再来一组长焦，小米的对比度更高，差别呢依旧是影调部分。这回啊 ，vivo 蓝天部分呢偏暖色，苹果呢是真实表达出环境光线以及色彩。放大看细节 ，vivo 这边细节表现呢是最佳的，其他几台机器啊都有明显的算法锐化的痕迹。这组盲屏投票呢，苹果也是难得获得了第一名，而苹果和 vivo 的得票也是非常接近啊。小米呢在这一组得票最少，应该是和墙面啊过分艳丽的色彩有关。来看室外光线充足的场景，我们使用长焦高像素模式进行拍摄。华为的白平衡偏冷，对比度呢比较高，和其他3台机器差别明显，而 vivo 的色彩呢感觉更加丰富。第一眼观感的排名也是 vivo 靠前，华为第二。放大来看细节，毫无悬念啊，长焦端拥有2亿像素的 vivo 画面更加清晰锐利，表现最好。苹果这边噪点要稍明显一点。细节部分呢 ，vivo 是绝对的优势，遥遥领先。但是别忘了啊 ，vivo 的长焦端光学变焦是3.7倍，85毫米，它的变焦倍率啊其实是最低的，细节丰富啊就靠2亿像素。综合这一组样张 ，vivo 长焦端表现更为出色，然后是小米、华为以及苹果。再来看这组长焦样张，小米的色彩啊是最为艳丽，苹果呢相对保守 ，vivo 的色彩啊是感觉比较通透。最终投票呢是 vivo 第一，表现优秀。接着放大树木的纹理，小米5倍120毫米，细节更多，拿到超过40%的选票。然后是苹果，综合全景以及细节放大，小米的得票最多，然后是 vivo、苹果以及华为。再来一组环境色彩相似的场景，1、2、3、4啊，你觉得谁更好呢？咱们公布答案，先说实拍样张，华为呢更符合当时的拍摄场景，但是从盲屏投票结果来看 ，vivo 得票更多。仔细来分析一下，放大看啊 ，vivo 这边毛发处理更加自然，对比度呢更强烈，这也和最终投票结果有一定的原因。接着我们放大超远距离，这是数字变焦了，小米最高120倍，华为和 vivo 都是100倍。苹果最高呢只有25倍。为了清晰对比啊，我们把4张照片都放大到相同的大小。首先 vivo 画面更清晰，文字信息保留完整，然后是小米、华为以及苹果。这次华为的 logo 色彩处理一般，超远距离拍摄呢确实有点难为。最终投票结果毫无疑问啊 ，vivo 的长焦端优势是非常明显。由于光学镜头体积所限，手机端的超长焦端啊只能有算法加入。考验各家 AI 能力的时候到了。这里我们固定脚架来拍摄100米以外的30×30的二维码。随后啊，对优化完成的样张来进行扫码，看一看谁保留的信息是最正确的。这轮测试下来啊，只有 vivo 可以准确的识别跳转。看来 vivo 这个2亿像素真的不是白堆料啊！除了望得远啊，还得拍得近。小米、华为和 vivo 都是支持长焦微距功能。
苹果的微距呢，则是直接调用超广角来拍摄。相同的取景面积，默认的微距拍摄模式，这里呢不调用任何曝光、对焦干预。先看一下4台机器微距模式下的对焦距离，苹果对焦距离最近，不过画面明显偏暗，细节呢也较为模糊。vivo 在盲屏投票里占据38%以上的票数，最终vivo 排名第一，然后是小米、华为。接着我们调整到各家最近的对焦距离，拉高微距倍率。华为最近是5厘米，再加上40倍的放大倍数，实拍成片表现优秀，得票呢同样是领先的。接着我们手动将其他3组也放大到和华为一样的大小，主要是看细节。放大之后呢 ，vivo 不仅细节清晰，还保留了纸面颗粒的质感，票数超过40%。华为同样不错，但是综合以上的画面，最终呢，华为的票数是最多。再次强调盲屏结果呢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在投票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每一组的选项都是随机出现的，不同账号投票显示出来的顺序呢也完全是随机的。所以并不存在我一直选择 A 选项或者一直选择 B 选项这种情况发生，这就避免了我通过某一组特征特别明显的样张，一下子就知道了这是 iPhone 拍的。这组呢是夜景的超广角，小米和华为呢远近物体都有所照顾，画面的整体呢是偏提亮的。但是左上角小米的天空均匀性就表现一般了，而 vivo 和苹果天空都黑的比较彻底，右上角的建筑也非常的暗。最终风格强烈的2台机器获得第1、第2名。这组来看夜晚暗光的场景，第一眼看呢，华为的画面会更亮，灯光过渡也比较自然，背景的色彩也很艳丽。苹果和小米呢相对来说画面的颜色明显更加寡淡，当然层次感都是有的。vivo 则是介于它们之间，颜色没有过分艳丽，也没有太暗淡。放大看细节，华为这边还能拍出炫酷的灯珠发散的效果，苹果的画面清晰度呢差点意思还能看到明显的噪点。最终盲屏投票 vivo 得票最多，小米和苹果呢大致相当。比较意外的是，第一眼观感亮眼的华为得票数并不高，可能是用户不太喜欢过于艳丽的画面。来看这组灯光以及色彩复杂的样张，得益于华为的红枫原色影像加持，华为的亮度更均衡，色彩的一致性也表现更好，成像呢很符合人的直觉。vivo 这边的花朵会有明显的提亮，对于墙壁灯光呢相对克制，小米的清晰度有待提升，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组样张呢？最终盲屏投票的结果，得票最多 vivo， 然后是华为，两家都比较接近来看一组室外夜景样张，华为的高光压制效果更好，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过曝，然后是 vivo 也能更多的保留暗部细节。这组投票里面华为明显占优。再来这组暗光下的圣诞树场景，小米的整体观感会更好一些，而华为的树木中心部分细节更清晰，宽容度更高，而 vivo 的画面呢是锐度欠佳。最终投票小米得票更高，然后是苹果以及 vivo、华为。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组夜景的样张，第一观感的质感还有放大的细节 ，vivo 的都是更为突出，圣诞树的树叶、圣诞树的树枝也是更加清晰的。小米的表现也是如此，苹果呢就感觉表现一般了。如果放大看细节，华为的表现是不错的，墙面纹理呢很清晰。最终的投票呢也和整体观感是一致 ，vivo 获得第一，然后是小米、华为。来看长焦夜景样张，默认光学变焦下，小米、华为亮度较高。放大看细节，中心灯牌小米这边拍成了蓝色，其他几家正常是绿色。再看上方树木纹理，苹果的画面呢最暗，细节也比较少，而小米这回的细节呈现的是比较优秀的。来看这组长焦的夜景样张，我们手动放大到相同的视角，苹果的整体画面亮度是更高的但是呢墙体的色彩没有准确还原，特别是放大之后呢，苹果的样张就没有那么清晰锐利了。相对来说，小米和 vivo 细节会更多。最终的盲屏投票 ，vivo 第一，小米第二，然后是苹果和华为。来看这组长焦复杂光线的场景，这组是10倍夜景的长焦样张，各家的策略都明显不同。小米呢是侧重光影，华为和 vivo 是倾向于整体的曝光。而放大看细节 ，vivo 呢是4台机器当中表现最好的，细节很清晰。最终得票呢也是 vivo 第一，然后是华为、小米以及苹果。来看很多人最关心的重点人像样张。首先，默认长焦人像模式下，除了苹果，其他3台都是有美颜算法的。苹果呢默认背景虚化表现一般，当然你可以手动后期调节。细节部分，小米的皮肤整体偏冷，华为这边发丝的抠像一般，建议呢适当调整光圈。而 vivo 的美颜一直是强项不用多说。最终投票 vivo 也是优势明显。来看室内影棚灯光环境，默认设置就是开启美颜的。小米这组的美颜呢稍微有点过 ，vivo 的第一观感呢还是更加自然。放大看一下发丝细节的处理 ，vivo 呢过渡仍旧是更加自然一些，同样也是排名靠前。下面来看一组男生的样张，小米和 vivo 对于人物脸部的还原相对更好一点。vivo 在处理人像时，皮肤还有发丝的细节还原的更丰富。最终投票呢也是 vivo 第一，小米第二。其中发丝细节的部分，华为呢是有一定的柔化处理，但是感觉这种风格并不是那么讨喜。最终呢 vivo 获得了最多的票数达到了66%。再来一组男性的人像，小米直接把游戏机当
当成背景给虚化掉了。面部的肤色处理呢，也是有一点发白。华为这一组的面部肤色控制就相对红润一点了。而放大看发丝的细节 ，vivo 的表现仍然是最好的，然后是华为。最终投票结果也是显而易见。来看前置自拍效果的对比，除了苹果各家其实都有一定的美颜算法。肤色方面，小米呢会偏冷也就是所谓冷白肤色。华为和 vivo 默认的背景虚化效果一般。投票结果呢是小米第一，华为第二。在皮肤处理细节部分，小米和 vivo 属于最大程度的帮你变美，而苹果呢则是有最大程度的变美空间。这组自拍的结果呢，小米依旧获得了最多票数，然后是华为以及 vivo。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看完了拍照，来看一看同样重要的录像，看一看在2025年里边有没有谁能够去打破苹果录像最强的这样一个固有印象。观感的清晰度 ，iPhone 的感觉是4台里边最好的，然后是 vivo。小米在拍摄远处场景的时候，画面呢始终是不够通透，感觉有点模糊。不过拍摄近景的时候清晰度呢是有所改善。切换到另一组场景，再来看清晰程度。苹果以及 vivo 整体雪人的毛发细节更多 ，vivo 呢是有些许的锐化，其他两台机器雪人毛发部分呢都有点过曝了，细节呢有所丢失。华为这组优势呢在于色彩方面的表现，能看出来这枚红枫影像镜头在视频场景下依旧可以参与计算，实际拍摄出来的画面呢，整体白平衡控制的是非常不错，包括植物原本的绿色以及墙砖的红色都有准确呈现。vivo 以及苹果整体感觉呢是更加倾向于冷色，从这一组果实特写呢就能看出区别植物树干的部分是有些发白的。在面对这种太阳的大光比环境下，华为呢对于阳光的轮廓处理还有待优化，当然这里也可能和可变光圈有关。再来这组大光比的环境里，4台机器的宽容度表现都还不错我们加大难度，来到光线反差更大的场景。这次呢 vivo 的整体宽容度表现更好，不过白平衡就不是很准。我们缓慢移动到户外，华为和苹果都先后改变了测光，而小米的相对反应就会慢一些。来看这组超广角录像，苹果和华为的取景器画面是最广的 ，vivo 的裁切面积更大，当然这也和各家的焦段相关。从清晰度来说，苹果显然更多，然后是 vivo， 不过对比度相对较高。另外两台机器呢解析力就欠佳略有一点模糊感。接着我们切换到长焦镜头，这回来看呢，苹果的清晰度以及色彩表现还是更好一些。然后是小米，色彩表现也不错 ，vivo 感觉清晰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感觉还有一点点锐化。这组我们来看超长焦细节表现，你更喜欢谁呢？可以打在弹幕上。录像的时候，4台机器的皮肤色彩还原如何？你更喜欢谁家拍出来的感觉呢？1、2、3、4，看一下大家的选择。4大期间夜景录像，华为和 vivo 的色彩以及画面观感会更好一点，对于天空以及灯光的处理也很优秀。小米这边和白天的场景类似，有一点点雾蒙蒙的感觉。面对复杂灯光，华为的表现是不错都有鬼影的情况下，华为的控制是更好一点，当然噪点呢也会明显一点。苹果在这组场景里画面很清晰，但是呢鬼影还是有点影响观感。来拍摄一些极特殊的场景，这2年火出圈的冰雪大世界。最难拍的夜景并不是极弱光线，而是冰灯的场景。我们现在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普通相机拍这里全都是频闪。那我们来看一看4大旗舰它们的表现如何。华为、vivo 录制冰灯整体效果是最好的。小米对于这种场景的高光控制的一般，画面呢有点过曝，因为各家录制策略不同。苹果在这样的场景下默认设置下呢就更容易触发灯光频闪。来北方玩的小伙伴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你可以手动调整曝光以及快门，以此呢来规避交流电带来的灯光频闪。设置很简单学会可以打不溜。抛开灯光的影响单纯来看细节 ，iPhone 这边呢还是要更好一点。然后是 vivo。接下来这组来看4大旗舰在防抖部分的录像表现。首先，默认防抖模式下，苹果取景器画面裁切是最少的，然后是小米。而在画面稳定部分的华为，可以很好的过滤一部分左右摆动，防抖效果是最好。接着我们开启各家的超级防抖以及运动模式，而小米开启超级防抖之后呢，会自动切换到 1080p 30帧，苹果和 vivo是可以保持在 2.8K 60帧，防抖规格更高。华为呢是 2.7K 60帧。在防抖效果方面，相比较于默认防抖，4台机器并没有明显拉开差距，主要区别还是画质和清晰度。
最后呢，小米还有一个超级防抖 Pro 开关，开启之后啊，依旧是最高录制 1080p 30帧，不过呢就会切换到超广角镜头，画面会更广，当然画质下降也比较明显啊，适合白天使用。整体来说，今年各家的防抖表现呢，可以说是提升相当明显，至少在防抖这个选项上面是和苹果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超越。来简单总结一下中篇的部分。vivo 呢在盲屏环节表现是相当出众，没有一组样张是垫底的，而且在多个环节呢都是断层式的领先，包括强悍的长焦端表现和一直以来就很优秀的人像能力。当然还是得泼点冷水，在镜头眩光部分啊，相比较于其他的机型来说呢，确实在一些斜向光线的角度容易出现。录像部分啊，对比 iPhone 来说 ，vivo 这边的清晰度是不错的，可以和苹果掰一掰手腕了。但是呢，整体的色彩处理啊，还是相对要感觉要差一点点啊。部分场景呢，白平衡还有待优化，有一些场景的锐化呢就有些明显。华为的 Mate 系列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主打拍照的，所以呢，这一次华为在拍照盲屏部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这个成绩，还是让不少人惊讶。这次 Mate 70系列加入了红枫镜头，一改之前我们对于传统手机影像的刻板印象，很多场景的色彩还原确实相当出众。小米啊，整体来说，在各个场景呢兼顾的是比较均衡的。优势点呢，还是在于徕卡影调，还有呢，在高像素下的细节还原，包括在人像部分也是进步明显。录像部分的色彩啊，已经看齐苹果的得分，不过呢，整体清晰度啊，感觉一般。防抖效果倒是不错，但是啊，开启了防抖之后呢，整个影像规格下降的是比较多的。从参数上啊，感觉有点掉队了。那这就让我们更加期待后续啊几个月之后，小米的超大杯能否扳回一城。最后呢，就是苹果的 iPhone。以上这些测试啊，针对的是我们随手拍。对于普通人来说，苹果的拍摄风格呢，对比之下确实是显得有点寡淡。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博主啊，还有专业人士都在用苹果。那原因也很简单，苹果的样张和样片，专业的成像流程管线，对于这部分的小众专业用户来说，后期可调整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里就要问大家一下啊，平常你用手机拍照是随手一拍马上发出去，还是拍完之后反复修片之后再发呢？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还有就是今年 iPhone 16加入的这枚实体拍照按键，本来应该成为亮点之一，但我们实际使用下来啊，确实没有那么高频，有点鸡肋，也有点遗憾。最后呢，苹果目前的优势点依旧是录像，综合看来还是这4台机器里边表现最好、最稳定的。如果你还关心其他的旗舰手机录像如何啊，别忘了关注我们。稍后我们就会带来更多的旗舰手机和苹果 iPhone 的录像对比，还会展示很多的手机拍摄特色功能，包括超清的 8K 视频、直播录制画面、log 模式、慢动作等等。短视频时代啊，恭喜你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看到这些内容，给自己点一个赞吧。我是大岩，这里是科技美学。在下一篇视频里，你将会看到4大旗舰的最终篇对决内容。我们将会为你带来更多详细的测试，别忘了关注。OK 啊，看到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4大旗舰这2期视频里面你看到了哪些内容。上一期视频我们测试了以下测试项目：销量对比、配件规格、尺寸对比、ID 设计、重量对比、机身厚度、做工接缝、整机质感、屏幕参数、垂直屏占比、屏幕基材、屏幕分辨率、屏幕刷新率、像素排列、像素密度、默认色温、湿手触控、手套操作、可视角度、屏幕均一性、室内亮度、室外亮度、最高亮度、激发亮度、高亮时长、最低亮度、HDR 显示、外放音量、环境声场、打字触感、游戏震动、通话降噪、通话信号、微信降噪、WiFi 强网、弱网通讯。4台旗舰机型镜头参数对比、镜头覆盖焦段、多镜头色彩统一性、影调色彩风格、取景器流畅度、多镜头变焦流畅度、变换光线、对焦响应速度、超远距离扫码、第三方拍照、连拍效果、抓拍对比、盲屏结果、样张对比、超长焦扫码、多镜头录像、视频宽容度、视频解析力、多镜头变焦对比、录像眩光、录像鬼影、录像防抖、超高清录像、录像清晰对比、人像肤色还原、人像美颜对比、微信视频对比、特殊场景录像，还有动态区啊正在抽奖送出旗舰手机，总会有一堆人中奖，一定会有你。咱们下期再见。